李长寿冷笑几声，心底已经是有了计较。很明显，想要在地府捞功德，自己要先帮北周巫族解决一下生存难题。当年巫族和人族本就是盟友，共同抗击妖族，后来呢，也确实是因为蚩尤战轩辕之事，才让巫族和人族彻底闹掰。在这件事上，自己不得不考虑人族之利益，这是根本原则，不能忘却。文一手不能随便答应，李长寿道：这样，我100年内会去北距泸州一行，虽不能帮巫族解禁，无法带他们离开北距泸州，却也可以试着帮他们改善一下生存环境。当真？自然。这几名巫族高手顿时咧嘴笑了出来，口中不断说着感激的话。牛头他们几个临走还故意装傻，不去收纳500女凶魂，被李长寿直接给拦了回来。凶魂无法投胎转世，大多是心有怨恨难平，这般凶魂会在地府游荡，渐渐地耗尽自身灵力，归于真灵的状态，再投6道轮回之中。李长寿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，当着牛头等人的面念诵道门渡人经降生咒，将这些凶魂的怨气化解。当这些凶魂化作正常魂魄，一个个跪伏在李长寿的面前，李长寿点点头，受他们一拜，也算是了断了因果。这确实是举手之劳罢了，不过是耗费些微的仙力，而且不沾染任何因果。因天道限制，地府阴差并不能够用这般咒法。送走地府一行，李长寿也是感觉有些小累。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海神大典的闭幕式看看，一缕闻声入耳，文静道人就如同勤劳的小蜜蜂又来送信了。这一次一半是道喜，一半是传信。根据文静道人所说，西方教几位圣人弟子见到了海神，得天庭赏赐神位，并为好以用神位洗去业障，已是明白天庭要分龙族一杯羹。此刻西方教已经是换了策略，决定要跟天庭分龙而食。李长寿听到这个消息倒是真的头疼，他最担心的状况还是发生了。西方教不甘心被当枪使，及时调整大方向的策略，选择稍后慢慢地跟天庭人教博弈，分割龙族这一盘菜。如此既让西方教前期投入不至于血本无归，又可以避免跟人教之称道族所罩的天庭之间闹翻。只能说大教无庸才，不过也无妨，李长寿这么多年的心力不是白白浪费，对方的这般策略也在他的预料之中，就是稍后的压力会更大，己方也要做出一些调整。说完正事儿，文静道人还补充了一句：恭喜大人，正是做了那四海之神，自此得天道庇护，当真是让属下羡慕的紧呢。李长寿轻飘飘地岔开话题：文静，你此时是否还想再见大法师一面？文静道人的嗡声顿时轻颤了一下。其实见不见也无所那算了。别，莫要算了。李长寿闻言顿时露出了几分微笑。文静道人本体气的是咬牙切齿，却只是娇滴滴地说一句：大人您莫要逗属下了，属下这便赶过来。你本体不宜妄动，以免引起旁人的关注。这缕神通稍后就在此地停留，大法师自会来寻我，如此你可见到。李长寿语重心长：待你今后脱离了西方，我自会为你正式引荐。多谢大人。那灵山脚下的洞府中，文静道人顿时坐起身来，呼吸都有些急促，表情有些渴望，却只是耐着性子继续等待着。话说这大法师出去半天了，干啥去了？李长寿的心底有些纳闷，不过大法师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自己瞎猜也定不会有什么结果。看着自己肩上的这一只血纹，李长寿的心底
顿时啧啧一笑。这可是圣人老爷钦点的约会啊！不过大法师跟文静道人肯定没什么结果就是了，两者未免也太不搭了。东海深处，三仙岛一处凉亭中，两名少女鬼鬼祟祟地躲在远处，做出侧耳倾听状。琼霄的手中还拿着一只海螺状的法宝。凉亭之内，玄都大法师一直眯眼笑着，口中不断说着三教往事。云霄在旁静静听着，却是不知这位道门大师兄突然造访所谓何事。玄都师兄，云霄轻声道：您贵人事忙，若是有什么话直说便是。这个玄都大法师抬手干咳了2声。云霄师妹，你自远古修行而来，不知是否有动过道侣之念？云霄闻言不由轻笑，言道：那边正偷听你我说话的2位小妹，不正是我之道侣？我所说道侣，并非此道侣，而是彼道侣。玄都大法师正色道：为兄修自然道法，也算明自然经义。云霄师妹既生而为女子身，便也有此道侣之气息。云霄面色却是毫无变化，依然是那般温婉，又仿佛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他轻声道：我自是没有过道侣，也未曾动过这般心思。师兄莫非今日来是想打探此事？也不能说打探，只是打听一番，没有就好，没有就好。还有，师妹莫要误会，此事并非是我打听的。言说中，大法师在袖中摸出一只画轴。师妹请看，这画中人可认得？画中人？云霄有些不明所以，将画轴接过，缓缓打开，却见其内画着一位英俊的男子，剑眉星目，眉眼带笑。而且这并非画作，而是将心底的画面拓印下来的神通产物。虽不认得，但看着总有些面善，像是在哪里见过。你们这几日确实刚刚见过。这是……云霄眼前一亮，却是禁不住掩口轻笑，一直有些冷淡的面容多了几分生动的表情。竟是他，天天扮作那般老态，当真是如他所说，怕自己原本的样貌暴露了，让人觉得他办事不牢靠呢。这也相差太大了一些。哎，大法师心神一动，倒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云霄那古井无波的心境出现了少许变化。莫非真的有戏？没让文静道人等太久，大法师就飘然而回。难得的是，今日之大法师并未给自己主动打上马赛克，真容暴露在了李长寿以及他肩头的蚊子眼中。不过大法师终究是大法师，哪怕文静道人此前极力隐藏，且大法师未曾提防李长寿，也立刻就察觉到了文静道人的存在。他怎么也在此处？啊，是此前来给弟子送信，弟子这就让他回去。言罢，掌心涌出了一口三昧真言，将这只血纹径直烧掉。某洞府中，身着红纱裙的凶人已经是跳到了一侧宝池中，在那儿一阵扑腾水花。这般情景，可惜没人能见到。且说海神庙中，大法师笑着问李长寿，此时他的本体是否要回渡仙门中躲起来。李长寿略微有些不好意思，却是重重的点点头答应了，这必须的必啊。来时提心吊胆，回去有大法师亲送，李长寿的心底顿时满满的幸福感。末将长寿，愿为人教这有限度的洒热血。大法师这一次并没有施展乾坤道法，而是驾云带着李长寿在夜空中不快不慢地飞行，似乎是有些心事的样子。李长寿的心底也在嘀咕，大法师莫非是猜到了圣人老爷跟自己安排他相亲之事，然后想让我这个小弟子背锅？
这个他可受不起，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文道人。长寿啊，有件事我还是需要对你提醒一下。呀，来了！李长寿心道要遭，连忙做了一个道揖。弟子听着。不必这么拘谨，人教之中，你最能替老师分忧，你我又最是亲近。是这般，此前我去了一趟三仙岛。这个剧本好像跟我所想有点南辕北辙了。您去三仙岛做什么？大法师抬手拍了拍李长寿这具指导人的肩头。自然是为你跑这一趟。我都给你打探清楚了，云霄师妹从未动过情念。虽说这也代表着对你也暂时没这个意思，但也不会有旁人与你争抢了。争抢？李长寿禁不住还歪了一下头，额头缓缓地冒出了几个问号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李长寿顿时哭笑不得，忙道：大法师，您莫不是以为弟子对云霄前辈有非分之想？大法师顿时笑眯了眼，眼中仿佛倒映着星辰，笑问：你问一问本心，有无自知？我在讲道时可是见到了你与云霄师妹在南海遨游，一个眼中带笑，一个眉角凝神，这却是骗不了人的。李长寿不由一阵皱眉，低头咳了一声，苦笑道：要说好感，自然是有的。可是大法师，弟子对于云霄前辈绝对不敢有这般妄想。重点是这背后牵扯的因果太大了呀。李长寿见大法师笑而不语，又忙道：大法师，弟子觉得男女之事应该是分阶段的。如何分阶段？大法师顿时来了兴致。先有好感，再是心动，若互相吸引，条件合适，自可成佳偶。大法师又问：好感二字作何解？弟子斗胆说一些自己的想法。所谓好感，就是觉得此人不错，可以是外貌引发，也可以是其性格影响。弟子对云霄前辈的这一份好感，便是出于后者。云霄前辈的气质就很吸引人。可是像渡仙门中，弟子对一位师叔就有些许好感，觉得他性子讨人喜欢，对我那师妹也有好感，觉得他颇为可爱，可这并未牵扯到男女之情的程度。玄都大法师想到了月老殿中的某次情形，也略微皱眉，问道：你既有好感，为何与他未牵扯到男女之情？一是弟子一心修道，二是觉得时机不对，三是在姻缘之事上，弟子必须慎重对待。李长寿正色道：道侣之因果牵扯太大，与一人结成道侣，就要承受此人所带来的所有因果。而且大法师您曾经教导弟子，凡事无定心，便可无定性。大法师一阵沉吟：你这般怕因果而违背本心，于修行反而无益。李长寿斟酌一二，笑道：弟子觉得好感其实也是可以积累的。若是好感积累到一定程度，足以让弟子不顾因果也要与之相守，那便是心动。若弟子心都动了，也不会违背本心，压着心境，不然就与您的教导相违背了。善。玄都大法师满意的点点头。其实你只需告诉我一句，你对云霄师妹有无好感就是了，不必解释这么多。怎么，还抹不开脸了？可是大法师，好感并不等同于动心。云霄师妹也觉得你性情不错，这还说你是个好人。李长寿低头咳嗽两声，又是一阵哭笑不得。这算个什么事啊？强行配对最为致命，好不好？又听大法师道：能看出云霄师妹对你并无厌恶，甚至还有几分欣赏，这已经很难得了。但像云霄师妹这般一心仰慕大道之生灵，对这种事根本不会分心。想要打动她，
你有条漫漫曲折之路要走。不过，既然你说自己还没动心，那我就不多管闲事了，顺其自然，且看后事吧。随之，大法师又语重心长地说道：如果是这件事，能帮的我都会帮你。若是你给咱们人教增添一位高手助力，那也是绝佳的好事。这怎么感觉我好像是被用美男计去挖截教的墙角了一般？还好大法师并未再多提此事。玄都大法师与李长寿继续闲聊几句，就送他回了渡仙门附近。海神大典进入了人员疏散阶段，李长寿此前就已经安排好了各项工作，也有指道人在旁边应急，倒不会出现什么差错。临近渡仙门时，大法师又道：此时你已是天庭正神，得天道庇护，享天庭功德，道心境界可因此有所浮动。多谢大法师挂念，弟子应当无碍。李长寿笑道：称海神之位的不过是南海海神李长庚，与这渡仙门中的元仙境弟子李长寿又有何干？玄都大法师眨眨眼，随后便是抚掌大笑，口中连连称妙。随之大法师背负双手，一步迈出，身形转眼就消失不见。李长寿稍微的松了一口气，立刻朝着下方山林落去，检查了一下身上的侧杆石，又在山门外绕行了几圈。待天将拂晓，李长寿才施展土遁，到了渡仙门山门前，呼唤灵娥出来领他进去。